人间的路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步步皆是故事。香菱用故事和您一起开心看世界。今天要分享的是国王的秘密。有一个国王在花园中散步，看见一条美丽的七彩小蛇被困在荆棘的围篱里。这善心的国王便挑开围篱，解救了小蛇。他对小蛇说，以后出来游玩自己要多加小心。第二天，国王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位衣着华丽、威仪无比的人。国王讶异地问他，你是什么人？是如何闯进皇宫的花园？这人说，国王不用惊慌，我是龙宫里的龙王，今天特别来向你表达谢意的。国王说，为什么要感谢我呢？龙王说，昨天我的小女儿偷偷跑到你的花园赏花，不小心被围篱困住了，幸好你及时解救，否则早就被太阳晒死了。你对龙宫的大恩，我不知如何回报，你要什么尽管说出来，我一定会满足你所愿。国王听了想了半天，他说，我的皇宫有许多宝物，实在不缺少什么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通晓百处鸟兽的语言。我经常在观察鸟兽，觉得它们十分有趣可爱，只可惜听不懂它们说的话。龙王说，这并不困难，但是你想知道鸟兽语言，从今天起就不能吃它们的肉，不可能一边残害鸟兽，一边还能听懂它们的话。您如素斋戒7天以后，自然能听懂鸟兽。龙王说完，深深鞠躬致谢，就消失不见了。国王正在错愕的时候，空中又传来龙王的声音，但是你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听得懂动物的话，这个秘密一旦泄露，你的能力就会消失了。国王依照龙王的嘱咐，素食斋戒过了7天。到了第7天吃晚饭的时候，突然就听见动物的说话。国王听到停在屋梁上的2只飞蛾说话。一只母飞蛾说，喂，死相，你去捡那粒掉在地上的饭粒给我吃。公飞蛾说，疯婆子，你想吃不会自己去捡吗？母飞蛾说，你没看见我这么胖，飞不动吗？你以前还常说你爱我，连捡一粒饭也不肯。公飞蛾说，你这是活该，叫你减肥你老是不肯，好吃懒做才会胖成这样。你没看见国王和王妃正在用餐，现在飞去捡饭粒，你不是要我的老命吗？你是不是爱上别人，想谋杀亲夫啊？国王听到这里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王妃疑惑地问，你在笑什么呢？国王说，没什么没什么，就沉默不语了。吃过晚餐，国王和王妃喝茶，又听见屋顶上的2只壁虎在说话。公壁虎说，让开，我要过去。母壁虎偏偏不肯，挡住公壁虎的去路，说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？是不是又要去找隔壁的狐狸精？公壁虎说，神经病，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跟隔壁的根本没有关系，而且人家相夫教子，也不是什么狐狸精。好，你这个死没良心的，每次都为这个女的跟我争吵。母壁虎说，你为什么老帮她说话？如果没有什么关系，你跑到隔壁做什么？公壁虎说，我不是去隔壁，我是出去散散心，我快要受不了了，快让开。母壁虎哭了起来，我偏不给你过去，死没良心的，从前说生生世世永不分离，现在在一起不到1个月就受不了了。2只壁虎拉扯半天，一起从屋顶上掉了下来，尾巴都断了。公壁虎长叹一声，真倒霉，
这个月已经第3次摔断尾巴了。国王听到这里又大笑不止，茶水都溅了出来。王妃狐疑地问：你在笑什么？国王又沉默了一会儿说：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从国王听懂动物说话的那一天开始，就常常无缘无故地笑起来。这使王妃非常痛苦，心想：国王心里一定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，如果我不用生命威胁，他一定不会告诉我的。有一天，国王又无故失笑了，王妃就大闹起来：你今天如果不告诉我为什么笑，我就自杀，死在你的面前。国王感到苦恼，但他实在不能把秘密告诉王妃，就说：你先别自杀，等我出去散散心，回来才告诉你吧。国王出门去散心，王妃内心窃喜，在宫中等待。国王散步走过花园的羊圈时，突然听见了羊的对话。母羊说：亲爱的，我怀孕走不动了，你快来背我。公羊说：走得好好的，干嘛叫我背？母羊说：你如果不过来背我，我就自杀，死在你的面前。公羊说：自杀？别说笑了，你哪里学到这种愚笨的想法？母羊说：我刚刚听见国王跟王妃吵架，王妃说要自杀，国王马上就答应他的要求。自杀是很好的武器啊，我想找你用用看，证明你和从前一样爱我。公羊听了哈哈大笑说：你笨，你还真是笨呢。自杀是全世界最愚笨可笑的行为，动物里只有人才会这么愚痴，没有别的动物会笨到去自杀。每一只动物都爱惜生命，也有独立自主的意志。你自杀，我又不能带你死，与我有什么相干呢？你现在是要学没用的人类自杀，或是做一只尊严的羊，自己走过来呢？母羊听了，静静地走向公羊。羊圈外的国王自言自语说：难道我作为一个国王，智慧不如一只公羊吗？国王散步回宫，看见王妃还杵在那里。王妃说：你今天如果不告诉我，为什么总是无缘无故发笑，我一定会自杀的。国王说：我和你在一起时经常失笑，是因为想到从前和你在一起的欢笑时光，喝茶的时候想到，吃饭的时候也想到，时时刻刻都在想。王妃说：你为什么不和我分享呢？国王说：放在心里想比较甜蜜，说出来就没这么甜蜜了。就好像充满香气的琉璃瓶，一打开，香气就散走了，再也不能回味了。王妃笑着，深情脉脉地看着国王。这时，国王突然听见梁上的母飞蛾对公飞蛾说：你要多多学学人类多么甜言蜜语。而断尾的母壁虎对公壁虎说：如果你肯那样对我说话，我再也不和你争吵了。此时国王又笑了。故事说到这边哦，喜欢是淡淡的爱，爱是深深的喜欢。人不会因为获得许多爱而觉得人生有意义，却会因为付出许多爱而越肯定生命的价值。您认为呢？今天就分享到这，期待下次再见。如果你也喜欢香菱今天分享的故事，按赞是一种鼓励，订阅是一种喜悦，分享是一种快乐。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分享给对相关主题感兴趣的亲朋好友。谢谢您，有您真好。什么按自 C。